大家好，这里是你最喜欢的中文博主 Lilian，我又回来啦。今天呢，我打算做一个1小时的闲聊，因为好像好久没有做过了。之前2期都是旅游相关的嘛，vlog 加闲聊。那这次难得有时间，我早回了酒店。又不想干些其他的事情，所以就打算录一个1小时的闲聊。那现在呢，我正身处在云南、西藏、四川的交界处，香格里拉。其实我一直对香格里拉非常的憧憬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好听了，香格里拉，香格里拉。而且因为我搜了一下资料嘛，这句话香格里拉它在藏语里面呢，就是心中的日月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其实它还有一个好像是外国的小说家，我搜一下稍等我一下。哦，对，好像在1933年，一个叫詹姆士·希尔顿的小说家写了一本小说叫《失去的地平线》，第一次用香格里拉这个名字去代表一个乌托邦或者一个神秘的地方。从这个《失去的地平线》这本小说之后呢，香格里拉就都会用来指代，在英文里面都会用来指代一个地理位置不详的世外桃源，就是一个很隐秘的世外桃源。世外桃源大家知道是什么吧？就是乌托邦的意思，是一个非常神圣、美好，没有任何纷争、很和平、很幸福的一个地方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一直对香格里拉非常的有憧憬，而且经常会听到一些很可怕的消息，说香格里拉那儿海拔很高啊，很容易有高反啊，身体健康要注意身体健康啊，你的身体状况差的话会很危险啊，blah blah blah 之类的，就会无形中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，一边又很憧憬这个神秘的地方，一边呢又害怕这样害怕那样的。但这次不是去了大理玩吗？我想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，那么近这个地方，为什么我不去看一下呢？因为我不是和我家人一起去大理的嘛，那我家人现在要回家了，就现在就只剩我一个人，但是我又暂时不想那么快的回家，因为我只出来了1个星期，又跑了那么远，我不想那么早就那么快就回家，所以我就说我自己一个人去逛逛，我就来了香格里拉，自己一个人来了香格里拉。我是今天下午4点，现在是10:48嘛，我是今天下午4点落地，坐高铁到达这个地方的。这几个小时里面呢，我租了一个小电驴去逛了这个古城，忘记这古城叫什么名字了，对不起大家，你们自己可以去搜一下独库中古城。稍等，香格里拉古城名字，独克宗，对，叫独克宗古城，独孤独的独，一克两克的那个克，宗是宗庙的宗，独克宗古城，对，那这个古城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，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中部，地处建塘镇，为香格里拉结地结塘中间历史上的重要城镇和驻兵地，亦为茶马古道滇藏段重要途经驿站。这就是这个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的一个相关的信息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下午逛了一圈这个古城，然后我去了这个龟山公园嘛，很出名的大佛寺就在龟山公园。其实我没有说想干嘛的，我就是说近嘛，我就住在古城，
几百米，我又租了小电驴，我就开了个小电驴过来，我就想着逛逛，没想到我还要爬楼梯，累死了。爬上去我也没有，因为我就穿的很普通，我就 T 恤和冲锋衣，就没有怎么想出片，我就拍了一些风景嘛。然后我就走走逛逛停停。一开始我看着这些佛像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藏传佛教的相对应的佛祖，有释迦牟尼，还有啥忘记名字了，就各种。我看一下，我觉得我有关注过印度教相关的一些信息嘛，然后我发现藏传佛教不愧真的是起源于印度教，我觉得他们的神像的一些面容啊、姿态啊，各方面都和印度教的那几位神有相似之处，就你看上去你就有感觉，你就感觉得到，哦，这个确实看上去就和印度教很相似的那种感觉，有那种感觉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我怕，我怕被人听到了，被相关的大家听到了会不高兴，我也不知道咋形容，但是我就作为一个游客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我是觉得非常相似的。虽然我不信教，但是我不得不说，这些佛像，这些金身，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美丽、威严、庄重，但是也是非常的美丽。他们把这个金身，这个佛像的金身修的真的是闪闪发光，有棱有角，就是你一看上去，哇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你一看上去，你就能感受得到那种氛围。我就站在释迦牟尼的像面前，我站了很久，我一直在抬头。它有大概，我感觉有6米高，对，就2层楼那么高。我一直抬头看着那个佛像，我就一直在感叹：你真的好漂亮啊！我的天呐，太漂亮了！就不单只是像，是整个氛围 ，it's so beautiful。我就一直在感叹，一直在感叹。他们那儿其实还有随喜，随喜就是你随便，给多少钱都可以，1块、10块、100块都可以，你自愿随心就叫随喜，给多少钱都好。然后你可以拿3根香去拜你想拜的相关的佛像，因为那整个殿不只有一个释迦牟尼，就是它中心是一个巨大的释迦牟尼像，但是四周围呢是有其他的一些神像、佛像都有，就看你想拜哪一个。你有3炷香，然后你可以一起3炷都插在那儿，或者你一根一根拜都可以。又或者你谁都不拜，他在外面，他在这个店的外面有个巨大的香炉，你也可以插在那儿。我有看到很多外国友人去参观，然后去把香插在店外的那个巨大的香炉那儿。我发现有很多外国友人去参观这些佛像，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这类似的信仰，但是我感觉他们很尊重这些文化，他们会真的去拜拜，去烧香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外国友人超级多，都是上了年纪的，感觉头发都白了那种外国友人，就香格里拉这扎堆好多啊，可能是跟团来的吧，还是咋的？好像是跟团来的吧，看见他们，我在高铁站下车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一整群聚在一起，就那种老爷爷老奶奶，外国的老爷爷老奶奶一整群聚在一起，我感觉像是跟团游。然后我不是就一直顺，因为他在藏区这一边，他们的习俗和文化就是要顺时针，无论是参观寺庙，去转动那个转经筒，还是参观什么东西啊、店啊，这些东西都好，必须要顺时针的这个方向。
去走动。那我就先是进去了最大的那个释迦牟尼像嘛，然后我就从左边入口这里拐过去，这边入口这边是金刚殿，对，里面供奉着火神，有财神，有灶王爷，还有一个是龙的形象的大威什么佛，记不住。但是那个是一个龙，它是中间巨大一个龙头，然后往上有好几个面孔，这样子的几尊神像。而且里面不允许拍照，对不起大家，我没有拍到任何的照片和视频给你们看，因为这些佛殿他们是不允许任何的拍摄的。你戴了帽子，你也要摘下来。我觉得好像是很多的宗教都有这样子的规定。我去俄罗斯参观那个喀山大教堂，它是东正教嘛，你进去男生一定要脱帽，但是女生呢就要把头给包裹起来的那种。所以我觉得好像免冠就脱帽子，免冠这个好像很多宗教都有这样子的规定。然后嘛，我就参观了金刚殿，我发现我这个体质好神奇，我去哪儿就本来那个地方空无一人的，就我一进去就很多人跟着我一起进去，无论是店铺啊或者什么东西都好，我可能就是个贵人，就很多人都会跟着我，我就参观了一圈出来嘛。它除了有随喜的香可以领取，还有酥油灯，但是我不知道价钱是什么样子的。我就看见好像说你点了多少盏就有不同的效果，我不确定，我没有仔细看。我出来了之后，我就慢慢的逛到旁边的偏殿的栏杆上面，就好像东西是慢慢，就你感觉一幅画卷在你面前慢慢的展开。我慢慢的走到栏杆附近，整座独克宗古城就在我眼底下，因为它那个地势是相对较高的，整座古城都在我的眼底下。我当时我就，哇哇，好感动啊！就我不知道为啥，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，然后我看到了这样子的景色，然后当时还正好是傍晚嘛，落山，太阳没有落山，就刚好在傍晚那个地方就有那个阳光熠熠生辉，又刚好一小块乌云，很多水汽哦，然后照射着彩虹出现了，我的天呐，就在我的正前方，真的好感动啊！我的天呐，我就站在那里俯视着整座古城，然后看着我面前的彩虹，我就觉得哇，我到底是有多幸运，上天到底是有多眷顾我。我一来到这里，他就给我彩虹，他就给我这么漂亮的风景，这么漂亮的风光，太感动了。我在那儿站了很久，有10几分钟吧，一直在感叹这个景色有多漂亮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相机完全拍不出来你肉眼看见的效果，真的是好可惜。就是我发现我走过了那么多漂亮的地方，真正的会让我惊叹的景色，从来就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摄像机拍摄出来。可能那种超厉害的长筒的那种大炮单反可以哈，但是我就随身带着我的手机啊，就拍不出来。现在我还记得我在法国坐小火车的时候，经过了它中间的一些平原地区，整片的草原，它还是带着倾斜的弧度的，火车就是这样斜着开的。我当时就哇，但是拍不出来，好可惜哦，就永远就只能刻在我脑子里，我都生怕我把它忘记，我都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景色
是有多么的壮观，多么的漂亮。到时候再来看我喝东西哦，我发现来到高原地带就我没有高反。我先说一句，我没有高反，我就是刚刚落地的那1小时，我可能会有些不舒服，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饿了肚子，然后低血糖导致的。因为我就是我就10点多吃了个汉堡嘛，然后一直熬到了4点多到酒店5点钟，我一直在躺，我就开始头痛嘛，我就躺想休息一会儿，发现好饿，有点晕。难道是高反？然后不可能，我没有高反。然后我就跑去吃，我就租了小电驴去古城吃东西啊！我的灯灭了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就这样吧。这个灯太小了，不咋顶用。我觉得我有可能是因为饿了导致的低血糖导致的这一系列不太舒服。然后我就租了小电驴去古城吃东西，我吃了1盘炒饭，马上去灌了1瓶可乐。然后我就好了，所以我现在确定我是饿肚子导致的低血糖，没有高反。我现在非常活蹦乱跳，毕竟这才3300吧，还好吧，还好吧。因为我之前在大理，他待了1个星期，大理就2000，那现在就高了1000多嘛，就其实还好对我来说，但是又很难讲，因为毕竟我家嘛，广东那边是海拔是0哦。那只能说我的体质就是不会高反吧，太好了。说到哪儿？对，我就超感动的，一直倚在金刚殿外面那个栏杆那儿，看着整个古城去感叹。我真的好感动，我好开心，我能够自己一个人来到这里。这个真的是，哎呦，说着我又要哭了。这个是我很久很久很小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想着来到这个地方。我没有觉得说它有很漂亮啊或者啥的。对，但我想象中的它是非常的漂亮的，是那种真的是世外桃源。它给了我洗脑，让我认为香格里拉它就是一个世外桃源这样的地方，全是草原、花朵、牛羊，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。就我以前的脑海里面的一个印象就是这样子的印象，我就一直想来，直到现在我来了。就无论它景色如何，我成功做到了我想要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件事情，我做到了，这是让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。我想说，大家不用担心，也不用害怕，你想做的事情，你想要得到的东西，总有一天会来到你的身边的。它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到你的身边，只要你真的想要。有些人他可能说啊，我做不到，我办不到，我好想要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要说这些丧气话，你就知道你想要，你知道你会得到就可以了。你不需要，反正它就会很神奇的，就会让你实现，就会来到你的身边。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，但是你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，这个就可以。其实就跟我之前说的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是对我有好处的。可能发生一些事情，你觉得是坏事，但是它会导致你得到你想要的一些东西，就是这种意思。说到这个，之前说到那个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的那个故事嘛，我有时间可以说给大家听了。这个故事呢，大概就是讲一个老爷爷，古代中国一个农户，一个老爷爷经商的，他有一个儿子，我忘记了，稍等我查一下。焉知非福故事，哎，我找到了哈。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下这个短篇小故事。在战国时期呢，有一位老人，大家都叫他塞翁。他非常喜欢马，家里呢也养了很多很多的马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他去草原牧马。牧马的意思就是去喂养这些马，然后去遛那些马，反正就是养那些马嘛，就是让马跑啊，喂饱那些马啊之类的，就是牧马牧羊嘛，一样的意思。然后呢，塞翁
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发现马群里面少了一匹马，好几天过去了，怎么也找不着。那他的邻居听到这件事情，都来安慰他说：“哎呀，丢掉一匹马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用太着急。人呐，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才行。”塞翁呢，就非常感谢大家的安慰，就笑了笑，对大家说：“丢了一匹马，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啦，没准啊，还会给我带来福气呢。哎，注意这里哦。”没准呢，还会给我带来福气哦。大家一定要有这种心态，要这种想法，好吗？就是你这讲的都是大道理啊，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有非常严重的焦虑症，之前不是现在，我痊愈了，我自己把我自己给治好了，没有吃药，我很好，我很棒。但是我非常理解焦虑症的心路历程，确实非常的煎熬。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大道理，就是一件事情它有好的方面，有坏的方面，那为什么一定要揪住坏的不放呢？是吧？你可以想，你可以往好的方面想，为什么就不往好的方面想呢？毕竟都是你的想象，为什么就要揪住坏的呢？是吧？毕竟就你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啊，为什么就要马上就往坏的方面想呢？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呢？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哈。但是我改过来了，大家一定要改变这个想法，是对你自己有好处的，非常大有益处，相信我，改变心态。好，我继续了啊。然后呢，邻居听到了塞翁的话，觉得非常好笑啊，马丢了，明明是一件坏事，可是塞翁他却觉得这也许是件好事，显然是自我安慰吧，是吧？那大家都没有把塞翁说的话当真。那过了几天啊，塞翁的那匹马不仅自己跑回家，还带回来另一匹马。邻居们呢，听说马儿自己跑回来了，都感到非常惊讶，于是呢，就向塞翁道贺，就祝贺，恭喜他。说还是您老有远见呐，马不仅没有丢，还带回来了一匹好马，真是好福气啊！塞翁听了邻居的祝贺，反而一点高兴的样子都没有，忧虑地说：“哎呀，白白得了一匹好马，不一定是什么福气，也许惹出什么麻烦来呢。”邻居们这时候又觉得心里不舒服了。塞翁心里明明高兴，却有意不说出来，还说什么会有麻烦。这时候呢，要提一句，就是说塞翁呢，他有一个独生子，独生子就是他生的唯一的一个儿子，就 only child。英语里面，那塞翁的这个独生子呢，非常喜欢骑马，家里跑丢的马儿带回来那匹马呢，他就去看了，那看见这匹马，哎，声音很嘹亮，哎。体态非常膘肥，非常神俊，一看就知道是好马。那塞翁的独生子呢，非常喜欢，于是他每天都骑马出去游玩，心里非常高兴啊，得意洋洋。那有一天呢，他跟平常一样出门去骑马玩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马儿在飞奔的时候，塞翁的独生子从马背上摔了下来，就摔了马，哎呀，很严重，把腿都摔断了。这次好心的邻居们听说啊，就又纷纷的过来安慰塞翁。塞翁又说：“哎呀，谢谢大家的好意啦，但是这也没什么，腿摔断了却保住性命，或许是福气呢。”这次邻居们又觉得他在胡说八道了，因为大家实在想不出摔断腿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福气，是吧？那不久之后呢，匈奴大举入侵，村里面的青年呢都要去入伍，就去当兵，做军人打仗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唯独塞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，不用去打仗了。那
在残酷的战争中呢，好多人都为了国家，不是受了伤，就是丢了性命。而塞翁的儿子呢，却因为摔断腿而保住了自己的一条性命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后来就演变成了成语啊，我说的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那他就告诉我们，好事和坏事，有利和不利，都不是绝对的，就是你就转换你的心态就好了嘛。发生的一定全部都是好事，对自己来说，你就抱着这样的信念就够了，好吧？OK， 那这个就是塞翁的故事了。就有些人哦，他来高原地区嘛，他可能会有高反，那大家都会推荐说喝葡萄糖啊，喝糖分比较充足的东西，就比如可乐啊，就巨甜的，就会有助于缓解。然后说第一天你来到高原，你不要洗头，不要洗澡，洗头是千万不要哈，洗澡就自己斟酌一下了。然后呢，我不是租了小电驴吗？我就去逛了一下这个古城，好大，非常大，非常非常大。我觉得来到高原地区，还是租个电驴吧，方便，你又不用走路啊啥的，我觉得这个一是对自己身体着想啊，还是租个电驴吧。二是还是身体着想啊，走那么多路费腿啊，是吧？我去看了一下相关的他们藏族的一些艺术品、藏绣，还有唐卡，还有啥？目前我就开小电驴随便逛，我就看到了，暂时只看到了这2家的艺术品。藏绣真的是好漂亮，我的天呐，栩栩如生。他们是好像刺绣都是这样吧，就一层，然后还有第2层、第3层这样子去营造、去制造一个凹凸起伏的那种效果，3D 立体的效果。好精致哦！我的天呐，真的好好看，特别是他们藏族有那个很特别的一个眼睛的一个符号，漂亮，超漂亮！天呐，咋那么漂亮？然后一直在看嘛，然后他们的阿姨们就推销员太热情了，就跟着我去介绍这个多少钱，那个多少钱，然后问我哪儿，我说广东的，说哎呀，看着你以为你是国外来的，我说因为我不是卷发嘛，垫了个羊毛卷，比较拉美风吧，我猜，但是我已经很朴素了，各位，我又没有化妆，我还戴着个眼镜，还穿着个冲锋衣，我真的很朴素了已经。不过我打扮了的话，确实有那个拉美裔的那种感觉。毕竟这个卷嘛，就很拉美感觉。也可能他是说我洋气呢，无所谓了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反正我也没有买，毕竟真的有点贵，但那些东西。那我就出去了，我就去看了另外一家唐卡，唐卡好像是画的。对，我还挺想体验一下唐卡的，我到时候搜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体验，因为明天我约了旅拍，就摄影师，然后穿藏族的服装去拍照，希望好看，不便宜啊，这些摄影师可不便宜，而且我找这个好像风格还不错。到时候再说吧，就不用他们精修了，精修好贵啊，9块钱9张要100块，我的天啊，不要他们精修了，我就拿了原片自己搞就好了，毕竟我也是会调色的，是吧？我也算半个艺术家，是吧？就是我本人，我觉得我拍照还是挺好看的，取景一流什么的。其实我到现在为止，我就落地了大概6个小时而已啊，老实讲，4点半到酒店是吧？就6、7个小时吧。没什么地方好逛，
我就骑着电驴到处转，那个青石板路，哎呀，开这个电驴的手都要震断了。我这搞得我还要，而且它有些是鹅卵石，超滑，我还要很用力的把住那个车把，累的我啊，真的是，就整个这个斜方机这真是太用力了，搞我又抖我，因为而且它。车头不是它有个手机支架给我放手机看导航的吗？抖得我的手机我都害怕它要散架，搞得我不敢看那马上拿起来放回衣袋里面。不是因为饿了低血糖嘛，然后头晕脑胀这些的，我就去找有什么想吃的，但是我发现很多都是什么火锅啊，披萨，就是2人份的那种，我就一个人我吃不完啊，我就随便找。我看，就那种很高大上，我反而不敢进去，又怕又贵，分量又多，就很尴尬。如果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的话，我就专门看那些小店，就看起来很没那么高大上的那种本地人的家常菜的那种。然后我就找了一家，因为我看到是牦牛肉米线，我看诶好像一个人吃的话可能可以哦，那我就进去看了一下，我一翻开菜单，哦哟68、88，炒菜，但是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。你说炒藏红花苗，这个好神奇哦，我好想试啊，但是好像好贵啊，天呐！那还翻到最后，终于找到了我想吃的1人份的，呃，其实它有牦牛肉米线、牦牛肉饵块，饵块它是云南一个特色小吃来的，我感觉有点像年糕，因为它是米粉做的，然后也是方方的，方方正正的，我感觉像年糕啊，但是它没有年糕那么黏黏糊糊，就是米糕吧，饵块，反正他们叫，然后还有牦牛肉炒饭。那老实说，我在大理其实没咋吃好的，我吃了好多天米线，好多天面条了，我觉得哎呦，好多天没有饭进肚子，我还是吃个饭吧。我就点了牦牛肉炒饭，然后点了一杯他们的牦牛酸奶。我这个我拍到视频了，我之后不是在这里，这里我是打算做1小时的，纯闲聊的视频，我可能在之后会剪给那种比较时长比较短的 vlog 和闲聊结合在一起那种短的，会给大家看到。可能是因为我饿了，我当时吃了一地口，哎呀，好吃诶，没有惊为天人，就是哎呀好吃诶，可以诶，那个牦牛肉还挺香的诶，它那个饭是圆圆的那种，有弹性的那种，哎呀我超爱，我就喜欢吃这种东北米、珍珠米，有嚼劲啊。他把酸奶端上来了，好拘谨啊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然后我就饿了嘛，我就先吃饭，我先吃饭了，然后他刚好大哥在旁边收拾桌子。哎，好吃！这是你炒的吗？好好吃哦！我表扬一下他，然后他就很腼腆的笑了，就感觉是很淳朴的，很淳朴的，对，本地人，藏民，对，一眼就看出来是藏民的感觉。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反正一眼看出来是藏民的那种感觉。我不是喝可乐喝完了，又想来罐可乐嘛，然后问他们有没有，他们说没有啊。那我问哪儿可以买呀？他说对面，但是很贵哦，太实诚了，太老实了，这个老板真是可爱死了，受不了。他就他就说对面买好贵呀，你还是开出去，开远一点吧。你从这条街往下顺着开，去那个小卖部买，那个便宜一点。我说哦，好好好好好。就好，咋说呢？好实诚，好淳朴啊！这里的人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体质的原因，因为我还有一个念头，我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信念就是，
大家都对我很好，就是无论我是去到哪儿，大家都对我态度又很好，又对我很关照，还会告诉我一些很有用的信息，我就我就很感谢，我真的很感谢很感恩，就是我每一次出去，我每一次出门都是大好人，非常非常多的好人。就给我提供很多帮助的人非常多，每一个都是。我可能真的是我身边的都是大好人吧，所以很多人说听到很多那些负面的新闻，说什么被骗啊之类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我觉得在我身边的全部都是大好人，他们全部都很淳朴的来帮助我，不会说很狡猾，说诶去对面买啊。就对面很贵，他也让我去对面买那种。然后我不是租车嘛，租车那里更神奇，就我就跟老板说，这现在就剩半天了，我能不能优惠点啊？他说，就当时就只有我一个人嘛，在问价嘛，老板就说，哎呀，收你30块吧，你晚上10点前开回来，还是好贵，就其实这个价钱还是很贵，在大理40块钱一天而已，他这个30块，我只骑6个小时，哎呀。不，其实它这些电，因为它不是换电池，它是充电的，它就早上9点到晚上10点，其实都不够12个小时。老实说，那这个价钱差不多了，其实对。但是它有不同档次的，因为它最后它那些便宜的都被用完了，它就只剩最贵的那个档次的，所以它就这样子。我就回家，我就10点前把车还回他店里面，就跟他说好了哦，你给我留一台便宜的吧，我自己一个人开的话，可能便宜的就好了。然后他就 OK，然后又给我很多那个提示提醒，要告诉我怎么走，去哪个地方这样子。然后非常神奇，就是我下午租车的时候嘛，他不是给我30块吗？然后我就押金啊什么什么的，我就发送给他了。我就准备开车的时候，有另外一对旅游的人过来，准备要问价，然后人家问他老板这个车怎么租啊？他就没有给他们30，老板就我也不说话嘛，因为我不知道老板要怎么出价，他给了我优惠价格啊，虽然不是十分优惠。但是他给了我这个价格，那我就不好意思的这样说嘛，我就没有说话，我就看老板怎么说，我就当做就个旁观的不认识的那个老板，他这次对那些人就没有说给他们30块哦，他就直接报原价65块钱一天，好神奇哦！我当时心想，哎，为什么？难道是我面善吗？老板看着我可爱，老板看着我漂亮，老板看着我需要照顾的样子，我就好神奇，每次都是这样子，就是很多区别对待，就你很明显的就感受到别人对你的善意，就很明显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就总是会得到一些老板的或者陌生人的善意，就会有区别对待的。然后那群想租车的人，他们听到现在都要60块钱65块钱，老板说是的，说哎呀太贵了，我们走路吧。嗯，咋说呢？其实我真的不建议走路，特别是你第一天刚来到这里，我真的不建议走路。一来它有很多陡坡，二来你本来这里是高原了，你已经有概率会有高反了，你还要去爬上爬下的，去那些坡，还要走路跋山涉水的，更加会加剧这种可能性，好吗？就不要去赌这种可能性，就对自己身体好一点。要么你去跟老板砍价，什么都可以，好吗？要对自己身体好一点，毕竟高反这种东西可大可小。然后就是这个租车老板的，然后
晚上我还车的时候，他又给我了一些贴士啊，一些建议啊什么的，就跟我说，我租的话，我租最便宜的就可以了，他就没有再推销我最贵的那个，就跟我说最便宜那个就可以了。我说啊，那你给我留一个那个最便宜的吧。他就好的。哎呦，我就啊，好感恩，我每次我真的我好感恩啊，我真的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受到了太多太多的善意。哎呀，我又要哭了。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受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善意。可能有些人他的世界里就全都是负面的新闻，那他能看到的就只有负面的。那我老实说，我真的觉得人类是一个十分十分十分美好的生物。我觉得你对对方散发善意，对方一定是能够感受得到的。就如果你一开始就带着戒备心和对方在骗你、在坑你、在说谎这样子的态度，很戒备的去对待别人，那别人肯定也会感受到这种情绪，那他肯定也不可能会对你去散发善意，对不对？我对待陌生人，我几乎90%的时间我是散发善意的。我会，特别是旅游的时候，可能我性格就这样子，我很难去把别人看成是一个坏人，除非他真的在我面前做出了一些很坏的举动，那我会这样子觉得。但是我会先入为主的把人看成是善良的。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种行为、这种想法很傻，万一呢？你碰到的是个坏人呢？我觉得没有这种万一。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？我是一个很敏锐的人，我能感觉得到你这个人是好是坏，你散发出来的能量，你散发出来的气场，我能够感觉得到你这个人行不行，就是一种直觉。我一旦感受到你这个人不行，那我肯定会想办法跑路啊，是吧？就这样子，对。但是我只能说，根据我的经验啊，我所遇到的90%的陌生人都是超级超级善良的，很感恩，非常的感恩，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。就好像今天我去大佛寺参观的时候，我没有宗教信仰，我在看着佛像的时候，我真的会打心里的去感恩说，我知道你们在帮助我，我知道你们有在好好的帮助我，让我的生活过得那么的美好，我很感激，我很感恩，谢谢你们。我真的我心里是这样子对大家说的，我会有敬畏的心理，我会对他们抱有敬畏的心理。其实发生的事情没有很多，但是我就有这种感想，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下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香格里拉？它的一个称呼叫做最接近天堂的地方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，但是它就是有这样一个标语。逛到一个原创的很可爱的一个卖手信的，是他们原创的一些饰品，也不是饰品，比如钥匙扣啊、冰箱贴啊这些的。对，我就买了几个，因为我突然觉得我的包儿好像有点背包好像有点太单调了。我还买了一个牦牛，小牦牛好可爱啊！我还买了个小牦牛，还买个转经筒，然后挂在我包上。嘿嘿，我打算去每个地方都买个地方来纪念。我已经有很多地方很多东西来纪念了，就是我会去到一个地方，我买那个冰箱贴贴在我哥哥家。我哥家现在那个冰箱已经贴满我去旅游的冰箱贴了。然后这个是一个，然后我想，以后去到每个地方，然后我再买一个小挂件挂我包上，啊，好可爱！这个牦牛真的好可爱哦，哦，可爱死了。其实不便宜，我觉得香格里拉的消费其实哦，老实讲不便宜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现在在古城，这个专门是游客聚集的地方，才会有这种感觉。那确实贵啊。
物价很贵啊，我只能这么说。我那个炒饭分量不大的要20块，可能牦牛比较贵，我也不知道。一碗小小杯的酸奶5块，我就真的很小杯，就这么小个杯，这么扁，这么小一个杯子，5块，我以为很贵了哈。然后我去到外面打听，15块，不过是一小瓶，可能我猜哈，我猜可能就100多毫升的那种，15块，哎呀，我的天呐，真的贵！我决定吃的方面，我要限制一下消费，我要限制一下自己吃方面的这个消费，不行啊，不能，不可以呀！一个人你本来就应该要便宜一点，是吧？哎，我在看，不过我已经看好了明天要吃什么了，因为我经过一家店卖烤肉的，哇，好香啊，超香的，而且它那个门面好小，我天，坐3、6，可能只能坐10个人都不到，但是坐满哦，很火，打算明天去吃一下，希望不要等位。它是烤肉和烤菌子，它有单独的，只吃菌子或者只吃肉，29，双拼38。哎，我觉得来个双拼吧，双拼吧，双拼吧。哎，我现在说着说着我就饿了，可能跟大家讲着讲着耗费了我一些脑力，然后我又开始饿了。没事，我还有小面包，等一下会啃小面包。然后明天是什么行程呢？明天我打算，已经约好了去旅拍嘛，好像说了。然后我因为这2天我其实没有怎么睡好觉，我就只睡，我昨天是4点睡，7点半起，3个小时，牛逼呀！我真的好厉害，我的天呐，我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，你知道吗？一般这种情况下，你来到高原这种地方，肯定已经废了，高反的。那会儿真的一点事情都没有，活蹦乱跳的，啊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！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是因为我来到了香格里拉，这个我一直很想来的地方，还是说我自己一个人旅游啥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是很开心，我想把这种喜悦分享给大家，就很开心嘛。对，还有就根据这个呢，我还有一个感想，就是大家千万不能长期的待在一个地方，就是可能你说你要工作，你要生活啥的，你必须要在一个地方长期待着。但是我想说，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，给自己放松一下，放空一下，去接近一下大自然也是好的。你不能每天都把自己困在那个房子里，会滋生出很多毛病的，特别是身体就不说了，心理的毛病真的会滋生很多心理的毛病的。你知道现代人的很多的压力吗？工作压力、人际关系的压力，我没有，但是我知道有人绝对会有，就各种各样方面的压力扑面而来，那你还每天朝九晚五的，已经是996、007这种更惨了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？朝九晚五就是普通的 9 to 5嘛，就是早上9点上班，晚上5点下班这样子。没有了，现在在中国很少有这种工作了，一般都是996啊。什么996？早上9点，晚上9点，一周6天。哎，这个又已经过时了，现在是什么007？007是什么？我要笑死了。007，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，一周7天，没有休息，真的是特工啊，特种兵啊！我不行，我不可以，我一定要留时间给我自己。就是如果我没有时间去留给我自己的话，我会喘不过气来的，我真的会有精神疾病的。我之前不是我说我很严重的焦虑症吗？就是因为我。当然了，有些根本原因除外，还有一些直接原因是我很久没有外出过，去接近大自然，去放空自己，去单独的相处，去感受自己的情绪，去理解自己，去了解自己，去真正的感受自己。
这导致了真的很严重、很严重的情绪问题。我希望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，确实可以考虑一下周边的大自然，自己一个人去放松一下，或者说你有伴侣什么的，你愿意一起，你觉得很放松。虽然我个人觉得你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，去真正的倾听你自己的声音，因为有时候你和别人在一起的时间太久，你会把自己给忘记，你会忘记自己真正心里想的是什么，想要的是什么。我觉得真的可以找个机会好好的和自己单独相处，你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你会发现自己原来真正的想法是什么，原来你想要什么，你不想要什么，你之前一直是被别人裹挟了，别人认为是什么，你可能也认为是什么，对，所以我的意见就是，我的建议是，给大家给自己一些时间好好放松，就是可能你说你要上班啥的没时间，找个周末吧，周末没有，那就偶尔下班几个小时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只要你想，你就总能够抽出时间来，去好好的爱护一下自己。因为我觉得城市这个牢笼，这个巨兽，真的在慢慢的吞噬很多人的理智和很多人的精神。有时候还是要回归一下大自然，去感受一下不同的东西。当然了，我也是那种城市女孩，我不可能，我还是需要一些城市化的东西的。我只是说找个时间，找些时间，找些空闲的时间，让自己好好去放松、发呆，怎么样都好。毕竟，真的要好好爱惜自己。我发现真的有很多人忘记了怎么去疼爱自己，很多人他太在乎外界的声音了，很多人他已经忘记自己真正喜欢什么，真正想要什么。我觉得这个很可怕，也很可悲，也很可怜。不知道咋的，说着说着就这么严肃了，大家就把我的话听一下就好了。因为我还有一个建议，我还有一个观点，就是别人说的话，你觉得有用，你就听；你觉得没有用，就一笑而过就好了，没有必要去争吵。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就像我前几期说的一样，我从来不会去争吵。我觉得你 OK，你说的对，那我就入一下耳；我觉得你说的不对，那我就左耳进右耳出。我也不会跟你去反驳啥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人生在世嘛，活得轻松一点，放松一点，不要不要去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紧张这个紧张那个。你的精神是受不了这种时时刻刻的紧绷的。大家要爱惜自己，爱护自己，要爱自己，好吗？这个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最重要、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个课题。学会爱自己。好了，那今天的1个小时闲聊就到这里了，很开心又跟大家分享了我的想法。那下次，我应该继续出旅游 vlog 吧，我拍了很多素材，我要跟大家分享。那大家喜欢我的内容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评论哦。我知道你们都喜欢我的内容的是吧？请给我多点动力，让我继续创作好吗？非常感谢大家听到了这里，非常非常感谢，感恩的心。那希望我们下次还能再见，希望你下次看见我视频还会点击进来。那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